即使我们设置了非常强的密码，也没有办法保证我们账户的安全。那么使用安全密钥作为一种认证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插入我的安全密钥，输入4位 PIN 就可以成功的登录账号，不用输入用户名，也不用输入密码，更不用去进行2步验证的操作。说到网络账户的安全，相信很多小伙伴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一定要设置一个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密码这样的话别人就不容易猜到我的密码，或者说破解我的密码但是现在黑客盗用密码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即使我们设置了一个100位字母数字密码，但是如果黑客攻击了网站，窃取了网站的数据，这样即使我们设置了非常强的密码，也没有办法保证我们账户的安全更何况有的小伙伴会偷懒，在很多个网站平台都使用相同的密码包括我自己之前也是这么做的。这样如果说一个密码泄露，就很容易被关联破解所有的网站服务后来我使用的网站服务也越来越多，仅仅靠脑子去记密码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就订阅了密码管理软件。现在市面上流行着很多的密码管理软件，比如说 OnePassword、LastPass 等我自己用的是 Mac 平台上面的 LPass这些密码管理器都可以很方便的帮我们生成任意位数、任意字母数字组合的强密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网站使用不同的密码，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账户被关联攻击的一个风险最近的话我又用了 Fastmail 的服务他们可以生成一种伪装的电子邮件。有了这个伪装电子邮件的功能之后，我不仅可以做到每个网站都是设置不同的密码我也可以做到在不同的网站设置不同的邮箱，这样我的每个网站服务的邮箱和密码都是不同的被关联破解的风险几乎就没有了。但仅仅设置密码的话，安全性还是非常脆弱的，如果发生黑客脱库的情况，密码再强也没有用所以说大部分的网站都会提供2步验证功能。所谓的2步验证就是我们登录账户的时候，除了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还要输入一个验证码现在主流的2步验证主要有3种首先第一种就是我们最常用的短信验证码，也就是我们输入账号和密码之后，接下来系统会给我们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一个短信验证码输入这个短信验证码之后才可以登录成功国内大部分的网站服务都是采用手机短信验证码的方式但是这种验证的方式并不安全我们经常新闻上会看到一些电信诈骗受害人收到了银行的电话或者短信验证码，按照客服的指引操作了一番，然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面的钱就全部没有了。其实受害人接到的并不是银行的电话和短信虽然来电号码显示的和银行号码是一样的，但这其实是骗子通过技术手段伪装成了银行的电话一旦你在网银或者手机银行输入了假的验证码钱可能就没了第二种验证方式是用验证应用程序去生成一个随时间变化的验证码这种方式的安全性会高一点它的验证码一般只在几秒的时间有效，而且是不断变化的。但这种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抵御中间人攻击在中间人攻击中，攻击者会在通讯的2端插入自己的设备，然后开始拦截、篡改和窃取数据攻击者会利用一个假网站伪造一个登录框，要求我们输入2步验证的信息然后攻击者就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欺骗真正的身份验证服务器，窃取我们的账户。另外这种方式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数据迁移比如说我之前换了手机，没有备份 Google 的验证器结果导致数据丢失虽然大部分的网站都是通过手机验证码登录成功了但是 Discord 却死活一定要验证码导致 Discord 的账户没有办法找回我现在正在使用的2步验证器是这个它的一个优势是数据可以云同步即使手机坏了丢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云端找回验证信息但这又造成了一个问题，万一它被黑了呢？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备用登录验证系统会给我们1组或者几组验证码，我们在验证器丢失或者没有办法使用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组代码来进行登录这2年我自己的网络数字资产越来越多，比如说我的 YouTube 账号有了几万粉的订阅推特也有很多关注了Telegram 上也有非常多的联系人和合作伙伴
一旦说自己的账号被盗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有人恶意盗取了我的 YouTube 的账户，删除了所有的视频，这些视频都是没有办法恢复的这也就意味着我这几年的心血都会白费了。另外，如果别人用我的账户去发布诈骗信息或者广告，那对我的个人信誉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Google 随便搜一下就能找到非常多的账户被盗的信息。那么有没有一种更加安全的保护我们账户的方式呢？有，比如说银行的 U 盾即使说你知道所有的信息，但是在转账的时候还是要插入 U 盾，输入 U 盾的密码才可以操作。那么有没有一种可以在登录网站使用的 U 盾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硬件安全密钥。实体的安全密钥有很多种我这次购买的是 YubiKey。YubiKey 的话主要有3种用法我先给大家演示第一种，无密码登录。首先是无密码登录微软账号我们现在到微软的官网去登录，我们选择下面的一种安全密钥登录。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插入我的安全密钥，输入4位 PIN 就可以成功的登录账号，不用输入用户名，也不用输入密码，更不用去进行2步验证的操作。无密码登录是目前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可惜现在支持的网站还不是很多，大部分的网站还是需要用硬件密钥做2步验证。接下来就是第2种用法 ，YubiKey 的设置2步验证登录。首先是 Google， 我们先登录到 Google 账户，点击安全性，选择2步验证，选择安全密钥，选择实体，然后我们在电脑上插入 YubiKey， 触碰一下中间的小圆圈，就可以添加成功了。推特账户也是一样，可以在账户安全中添加实体的安全密钥，这样我们在登录的时候选择 USB 安全密钥，通过验证就可以登录成功了。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每次打开 YouTube 打开推特都需要验证，我们只需要在新设备上登录，或者说手动操作退出后重新登录，才会要求使用硬件密钥进行验证。苹果手机在更新 iOS 16.3 之后，我们也可以添加硬件安全密钥了，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到设置，点击账户头像，选择2步验证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苹果手机必须要有2个硬件密钥才可以，如果只有1个是无法设置成功的。第3个用法是作为2步验证的应用程序我们需要去下载 YubiKey 的 APP， 打开 APP 之后是什么也没有的，我们点击右上角的添加账户，然后扫描网站的2维码，点击保存，然后利用 YubiKey 的 NFC 功能感应一下硬件密钥，然后就可以成功绑定2步验证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有2个硬件密钥，要扫描2次网站的2维码，这样才可以2个密钥都添加的。当我们需要2步验证的时候，只需要打开 YubiKey 的 APP， 然后下拉刷新，扫描硬件密钥就可以看到2步验证码了。我自己是购买了2个密钥，而且都是支持 NFC 功能的，也是 Type-C 的接口也就是说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把 YubiKey 在我的手机背面，就是这个位置轻轻一碰，然后就可以验证成功了。效率是比2步验证要快出不少的安全密钥虽然说很安全，但是它同时也牺牲了一点便利我们在验证的时候手头必须要有这个安全密钥如果说丢失了，账户就没有办法再登录了所以说强烈建议大家至少要去买2个并且把它保管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就算丢失了一个也不影响账户的使用。实体安全密钥它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前期投入成本比较高比如说我买的这2个的话海淘运费加关税基本上要接近1000人民币。YubiKey 的安全密钥大家可以直接从它的官网去购买，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面的简介里了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跳转它是可以直接寄到香港的到香港之后大家找跑腿帮忙寄到国内就可以了
我是直接邮寄到美国，然后再转运到国内的，大概是2个礼拜不到的时间到货的。如果说大家在海淘的时候没有境外的信用卡，或者说觉得比较麻烦的话，也可以联系我进行团购，大家一起平摊运费和税费。如果说自己的数字资产不是很多的话，那么其实使用2步验证的方式也完全足够但是如果像我这样的自媒体创作者，自己社交网络账户的价值比较大的话，那么使用安全密钥作为一种认证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以上就是本期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再见。